是被选中献给龙族的祭品。宝宝，有秘密怎么能不跟大人讲呢？乖乖趴好，让大人好好看看秘密是什么吧。本该在18岁成年礼上就被吃掉，可这条全龙域最尊贵的 S 级金龙，每天都嫌弃的嘟囔我太瘦，这么瘦，塞牙缝都不够，却把我圈在怀里养了整整10年。再养养，再养养。今天吃了1碗粟米粥，2块腌萝卜，我一笔一划地记在小本子上，一共花了3个铜板。视线落在最后那个数字上，眼泪啪嗒啪嗒掉了下来。108000个铜板，太多了。而且刚才大人还嫌我太瘦，说我得吃更多才行。可是现在的物价好贵啊，越吃欠大人的就越多。作为一个祭品，我连被吃掉的资格都没有，更别说让大人花那么多钱养我了。这批次一共10个，怎么还剩1个？哪位大人看得上啊？前面那几个哪个不是白白胖胖的？听说被选中的日子都不错，吃好喝好养胖了咱。就他这样，龙吃他还得吐骨头，实在不行就退回去吧。就在我把头埋进膝盖，以为自己又要被抛弃的时候，洞口的光突然暗了下来，一股像被太阳晒暖了的金属气味飘了过来。是荣渊大人。这是什么？回禀荣渊大人，是最后一个祭品。就这？他满脸嫌弃地看着我，像在看一只营养不良的小鸡仔，却还是说了句带走吧。带走吧。啊，大人，这个真的太瘦了，您确定？本座说了，带走。他单手把我从地上捞起来，掂了掂，皱着眉说：“我轻的风一吹就跑。”这么轻，风一吹就跑了吧？你们村子是没粮食了吗？怎么把人饿成这样？抖什么？本座还嫌你硌牙呢。我以为到了他的宫殿就会被吃掉，可他只是把我养了起来。这一养就是10年，我从18岁长到28岁。又在算这个破账本。108000个铜板，本座还缺你这点饭钱。养了10年还是这么瘦，塞牙缝都不够。对不起，我已经很努力在吃了。那就再努力点。反正本座有的是时间养你。来人，是我的亲弟弟周慈，今年刚被送来的新祭品。怎么样，你挣够还债的钱了吗？大人到现在都不肯吃你，肯定是嫌你肉质不好。你老了，懂吗，哥哥？还没有，但我会努力的。努力？你瘦得跟柴火棍似的，大人嫌弃你10年了，你还赖在这干嘛？粟米称2个铜钱，腌萝卜1个铜钱，连肉都吃不起。我一来，大人就给了好多金条呢。一开始大人也给过我，是我自己不要的，我不想钱太多。装什么清高？赶紧打工还债，别打扰我和大人。龙域没人愿意雇祭品。翠花楼端盘子，放心，你这模样没人会有别的想法。远处红灯街的霓虹已经亮了起来，那是我唯一能挣钱的地方，也是我逃不掉的深渊。抬头看见醉花楼3个鎏金大字的瞬间，哎呀，小哥长得这么水灵，进来坐坐呗，第一次给你免费。哎呦，我们这儿最喜欢你这样清秀的客人了，保证让你满意。不是，我不是来玩的，我是来找工作的。别吓到人。一个穿着深蓝色锦袍、戴着金丝边眼镜的男人站在不远处。翠花楼这种地方可不适合你找工作。是很缺钱吗？不然怎么会找到这里？正好，我在附近开了家地下赌场，缺个摇骰子的荷官。不过呢，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什么都能做。要穿女装，赌场的规矩，荷官都得穿主题服装。如果你能接受的话，1个月给你这个数，500。是5000。在他温和的目光里，我鬼使神差的点了点头。我可以，我接受。月薪5000铜板，唯一的条件是要穿女装。第一天上班是兔女郎主题。这裙子也太短了吧，看起来像只营养不良的兔子。还挺合身的嘛。小可爱，我叫沈维，是这里的老板，你可以叫我沈老板，或者沈哥也行。沈老板，你的工作很简单，就是摇谁口，客人下注，你开中，仅此而已。记住，永远保持微笑，不用紧张，我会在旁边看着你。还有，如果有客人想动手动脚，直接叫保安。我们这里有规矩，不许客人碰荷官。我会努力的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走吧，我带你去你的赌桌，先看别人做一遍，你就会了。刚跟着他走进人声鼎沸的赌场大厅，全场突然陷入死寂，
沉重的皮靴声一步步传来。荣渊大人，我可能要死了！开呀！小兔子发什么愣呢？就是，老子压了10万大，磨磨蹭蹭的。看他手抖的，第一天参加对局吧，别把柴子摇飞了。1、2、3，小。身后突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，全场瞬间死寂。我下意识抬头，心脏猛地停跳。是荣渊大人，他本该在龙玉的金币堆上打盹。人群像避瘟一般自动散开一条路，他看都没看迎上来的沈巍。荣渊大人，若是来玩的，我亲自给您安排最好的包间。滚！越过成堆的筹码，一把掐住我的腰，将我整个人扛在肩上。我羞得脸颊发烫。大人，请放我下来，好多人看着呢。想都别想，给我查！大人，查什么？查这非法交易场所，不仅招收违规人员，居然还敢用人擦边来非法抢地。大人，龙域有龙域的规矩，您不能因为一个庄宝这块地明天就改建龙晶矿库，谁有意见，让他来荣渊府上找我。周少，你真的变得很不乖。你是龙的祭品，生来就是我的人。穿着这种暴露的衣服跑到外面去给那些臭男人看，连我都没看过你穿成这样，他们凭什么？我没有给别人看，也没有变得很不乖，只是一点点而已。都学会学对本座撒谎了。你说，你到底乖不乖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做错事就要罚，18掌不过分吧？不要打这里，大人，求你放开我！可我根本挣不开他的手，他按住我乱动的身子，声音沙哑的让我别动，我却瞬间僵住。别乱动！裙摆正在一点点往上滑，我藏了10几年的秘密，马上就要被他发现了。挨完那18掌，我以为总算熬过去了，没想到桌上的账本突然掉在地上。这是什么？不能让大人看到！慌得不行，下意识就整个人扑上去，死死压住那本账本。藏什么？生怕被他看到。别看！求你了，大人，别看！可荣渊很快察觉不对劲，直接伸手把账本抽了过去。我拼命哀求：“周昭，你记这些东西做什么？”我要还钱。还什么钱？你养我的钱。我又瘦又老，以后不知道还能活多久，所以我要早点还。大人养了我10年都没吃我，我也不能一直白吃您的东西，所以那些花掉的铜板我都记在账上了。大人放心，等我还清了，我就会自己离开，不用大人烦心。到时候大人您就可以吃别人了。你想要离开我？我为你花了那么多金子，你不要；给你买了那么多漂亮衣裳，你也不要。原来从一开始你就想要离开我。果然是钱不够吗？也是，大人为我花了那么多，我挣的那点铜板根本填不上这个窟窿。他生气是对的，不想我离开也是对的。毕竟换谁养了一只吃白饭的东西10年，而这个东西还想讨债，都会生气的。大人，您放心，解除契约之前，我一定会努力打工，把欠您的每一个铜板都还清的。这是这个月的账本，请大人过目。随便你，你要知道，按你目前的速度，大概要还300年，人类活不了那么久。300年？可如果算上大人原来送的那些东西呢？大人全都记在一起了。可如果你愿意求我，我或许可以允许你长生不少。可是我不能，我已经欠大人太多了，活得越久，只会越欠太多。周昭，你这个白眼狼，养不熟的东西，气死我了！大人也不肯理我，只是给我的门框做成了金的，欠的更多了。你这个白眼狼，养不熟的东西，气死我了！我开始整夜睡不着，只要一闭眼就是大人骂我白眼狼的画面。哥哥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收到了匹配中心的加急邮件哦。是契约期限到了吗？这上面说，因为大人对你长期不满意，加上预备祭品已经完全适应了龙域的环境，所以匹配中心邀请你去办事处签字解除契约呢。从出生起就被全家叫怪胎，又被父母毫不犹豫地抛弃去当祭品，好想和大人一辈子在一起。我知道这很龌龊又下流，可我已经离不开大人了，只能是想想而已。我知道了，我明天就从这栋房子里搬出去。哼，算你识相，别留在这儿惹大人心烦。脑海里全是被抛弃的画面，后被锁在杂物间，看着弟弟坐在妈妈腿上吃糖，家里没有一个人送我。刚到龙域时，我蜷缩在山洞角落，没有一条龙愿意多看我一眼。是大人要了我，为什么？我生来就是个怪胎，为什么爸妈不要我？为什么连被吃掉的资格都没有？为什么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对我好的人，
也要被夺走。我已经离不开大人，可大人不需要我，还有新的祭品。你哭什么？谁欺负你了？我泪眼模糊地看到一团金色的光影，大人站在门口，明明脸上写满心疼，却故意大声质问我。本座最讨厌别人哭了。他手足无措地在我面前来回搓手，急得变出了那条我最喜欢的金色尾巴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。你看，尾巴，你不是最喜欢本座的尾巴吗？他用尾巴轻轻卷住我的腰，像兜着一颗易碎的鸡蛋，把我小心翼翼地兜起来，还用尾巴尖蹭我的脸颊。可看着这条平时只有他心情好才会露出来的尾巴，我哭得更凶了。你摸摸，刚洗过的，很滑。大人，我不想走，求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？我会努力挣钱还给你的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可是，谁要赶你走了？本座什么时候说过要赶你走？可是契约要解除了。周慈说匹配中心发了邮件让我去签字。什么邮件？谁发的？本座看。我没有，周慈拿走了。周慈，那个穿裙子的小鬼，他这是挑拨离间。本座从来没有想赶你走。可是我又瘦又老，大人不把我吃掉吞进肚子里，我还是会被赶走。我不想跟大人分开，所以大人可以勉为其难的吃掉我吗？谁跟你说的我是要吃了你？对，我是要吃你，但不是煮了吃，也不是生吞，我是想睡你，懂吗？作为一条有文化的龙，我总不能说的那么直白。结果你这个笨蛋，真以为我要把你吞进肚子里？睡？可是那样跟胖瘦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龙的太瘦的人类承受不住，承受不了会怎样？会死。你以为每10年送来那么多祭品，为什么还不够？有些龙不懂得控制力道，然后就嘎了。所以本座才一直在等你长胖。等了10年，你还是这么瘦，你是故意的吧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很乐意被大人吃的，我只是不想花大人太多钱。蠢东西！那大人以前也有过伴侣吗？没有，本座活了3000年，一直都是一个人。那大人为什么那天会去选我？被嘲笑了。同族那群混蛋天天笑本座是老光棍，说什么本座是整个龙域唯一一条没有伴侣的龙。整座一气之下就去了选拔现场，然后就选了我。为什么选我？因为你是最后一个，别人都被挑走了，就剩你了。别怕，大人，其实我还有个秘密没告诉你，我身体有个地方很奇怪，家里人说我是怪胎，全村人都说我是灾星。您看了之后，如果还愿意接纳我，我就一直追随您。我不会伤害你，我会保护你。宝宝，有秘密怎么能不跟大人讲呢？乖乖站好，让大人好好看看你的秘密是什么吧。